我说外面怎么那么吵，一直有警车的声音，因为有别的拍戏有走出来，然后导演男温泉死了。又是立喆最喜欢的片型恐怖片，这一回叫《鬼门蝴蝶大厦》。蝴蝶大厦是集合好多台北市知名凶宅、知名猛鬼大楼的故事集大成，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专访到导演，要跟我们讲这些幕后秘辛。那当然还有好选择的好朋友，也是灵异 YouTuber 秦明。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明，我是钱豪，大家好。其实钱导真的拍了很多非常奇幻的电影哦，钱导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口味的电影，对不对？对啊，因为你知道一个电影的风格就应该是一个人的性格。像我也是第一个拍台湾僵尸片，那个 Zombie， 第一个海上大怪物，对，就是海。然后，但是我印象深刻，走得快不一定代表走得好了，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拍自己有趣的事情。那这次会有机会拍这个《鬼门之蝴蝶大厦》，其实蝴蝶大厦的名称是原本就是台北市有个很有名的猛鬼大楼，就大家都知道嘛，就景星大楼，它原名就叫做蝴蝶大厦。没错，然后当它被太阳折射的时候，就会看起来像蝴蝶翅膀闪闪发亮。有这个典故，这我还不知道。对，所以它才叫蝴蝶大厦。我知道是当初它失火的时候，因为它是帷幕了，所以比较闷烧，不容易跑出来。对，在20几年前的时候。没错，听说当年往生了30几位。没有，是累积了。那场火灾好像听说死了14个人，不知道死了13个还是14个人，但是送到太平间的时候多了一具尸体。啊？为什么？所以大家就不知道，因为他就开始有很多灵异的传说。举凡跟鬼们有缘的朋友，其实也都会经历一些事情，是吧？当天我们在办开镜的时候，因为有基督徒嘛，隐性基督徒，那一般演员我们通常都是找师傅来做法，所以那天我们有找西方的来做法，也有找道士来做法。好公平哦！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制片就跑来跟我讲，导演刚刚跳了，就是我们正在做法的时候，景星大楼又跳了一个，当天。天哪！就我们开镜当天跳一个，那大概是诡异的巧合。大概10天之后，我们办了一个在101附近办了一个这个宣布演员卡司记者会。那天又跳一个啊，然后我们一直拍到，我们大概从3月拍到4月底嘛，那个月份跳了3个。天哪，这是平均。然后我们就觉得越来越有点毛冥冥之中的巧合了。因为我从小就在那附近打滚长大的，因为我老妈其实在景星旁边的东光大楼是有开8大锅，公司总是会找一些少爷嘛，或者是一些小姐，他们来做的时候，他们因为景星那时候便宜嘛，因为它其实有很多套房，那个时候已经是了，那时候已经发生过那个隔壁。其实跳楼压死卖肉粽的，不是从景星跳下来的，是隔壁飘过来的，是因为那个就是飘过来砸到卖肉粽。但是因为景星比较有名，然后就是因为他那边有一些人生活环境不好，所以他有可能到最后被逼急了，所以就选择不好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最后也因为火灾烧死太多人，最后他们管委会受不了，在顶楼盖了一个土地公庙。我并不是只有把景星大楼的故事放进来，对，因为我觉得那样有点太理所当然了。对，因为台北市有几栋国宅都比较有传说啦，像西宁啊，南机场啊，对，狮子林啊，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在这附近去拍了，但我们不太好讲。我有听过有阴阳眼的人真的有看过，不过是在就一直跳西字头西门町那边的那个。我们本来是要在那边拍，我有去那边看景，那天是大太阳，里面好冷。然后制片就说，那个可以借这边吗？然后他会不会吵到邻居？他们就那个带我们去看的那个，就说这整层都没人住。对，制片脸就白了。他说，可是我刚刚去隔壁有人在上厕所，有人。好恐怖。然后我们就听到有人说，我们假装不知道，我们先离开这里。反正拍恐怖片确实很容易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因为磁场的问题。因为有人说活人爱看。死人也爱看，大家都爱看戏。有一场白灵的戏，后来我们不得不剪掉。为什么？他本来就是在这个女主角刚搬进来的时候啊，她在门口烧纸钱。对。然后女主角有打开门说：“阿姨你在烧什么？”说：“没有，把东西不干净的赶走。”后来那场戏，因为我们拍真的烧纸钱在走廊上，差点把那个走廊
因为走廊是搭的，你知道吗？对烧掉，然后后来就还是请老师来看了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常驻型老师，大家收工以后他说，哎，你们不能够这样直接烧纸钱，一烧纸钱，四面八方人就来了，就来抢钱了，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看这一部片的时候，我在一开始我有说到这个东西，我说会在门口烧纸钱的，香港有在这样子。对，有点像香港，我是想要有一点那个感觉。可是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在鬼故事里面听过，可是比较没有看到在电影里面出现的。我其实对最后一个场景我还蛮有印象，就是他为什么被吸进去那一间，丽姐你应该记得吧？有一个大魔王，有一个大魔王那一间，我想要问一下导演是他想要表达什么？我本来想到它是一个轮回了，是，其实这个版本故事改的非常多，但因为后来碰到很多荒诞的事情，我脑海中就浮现一句话，就人比鬼可怕。我想要拍一个恐怖片，那里面最恐怖的其实是人，就是人。我们有拍一场戏在温泉拍，拍到一半，工作人员跟我讲说，我说外面怎么那么吵，一直有警车的声音，因为我们在拍戏，我走出来，然后导演男温泉死了，就在我们拍戏的当下，当天然我们要拍完它，而且外面已经在运尸体了，运大体了，我们还不能跟工作人员讲，我还不能跟演员讲说隔壁死了一个人，怕他们乱掉，不是怕担心嘛，我就打电话问我朋友，就虽然没有老师在，我还是问一下专家，他说你现在不要收工就让大家回家啊，因为你在山上，因为他可能会他的说法，他说对，他说可能会跟其中一个人回去，这个叫过气，要到人多的地方就过气，所以我就当天。大家都累得要死，就导演干嘛要约今天吃饭？我说一定要今天，一定要，对，就是我就突然想吃，好不好？这个是为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好贴心哦。那你们该不会每天就是收工的时候都要去哪里走一走？我是没有，所以才遇到那么多事。我自己是比较，我怕黑，但我不怕鬼。其实我是觉得说，像说这一次的电影，它在整个氛围的气氛的那种代入感是还蛮强，就是它整个环境，其实我觉得。它会让你真的觉得它就像是一栋在大楼里面发生的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在剪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剪掉一些画面的时候，我会想到当时拍的场景。包含其实你现在大家应该去我的仓库看，我那个道具浴缸啊，还放在仓库里面。哦，那小女孩下去，然后影星下去，很多人都沉在，然后女鬼下去。后来你这样讲，我就鸡皮疙瘩起来了。后来就有个工作人员太累，你知道吗？拍戏的时候收工，他就因为晚上有人顾仓库顾线，他就因为没有床，他就睡在浴缸里面，好可怕！他就觉得他是我是传奇那个，你知道吗？还是他觉得那是演戏？第二天他就睡在浴缸里，他说他整个脸色发白，他说在浴缸里面大概经历过一些事情，这就让我觉得很好奇，因为你们是在演戏啊，又不是说这个浴缸真的出过人命，没有出过人，但是你知道，因为我们现场并没有每天拍拍。哦，所以好，那个老师就说，你可能吸引了一些好朋友在看你们拍戏，觉得很有趣，看好戏，但对你们没有恶意，因为你在讲说人比鬼可怕。其实不止电影，连像说我自己在 YouTube 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人真的比鬼很可怕，而且要保护好自己的作品。所以为什么到最后我喜欢自己去鬼屋？我连找鬼聊天，有时候我也不想跟人聊。你最近还有去鬼屋吗？还有，几乎我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去。远一点，对。我怕黑，但我不怕鬼，在哪里没有呢？没错，对啊，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共享空间，豪宅什么狮子林哪里？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好兄弟。所以里面有任何你自己个人经验吗？蛮多的，像蛮多的，对，不只是，尤其是被追债，有时候家里穷被追债，所以不是灵异的部分，债主比鬼还可怕。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很无缝接轨融入到蝴蝶大楼，所以后来我们叫鬼门嘛，对啊，我们的门是人门的门，对，就是很多鬼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很多鬼，人群当中有19%可能是鬼。因为这句话有点深，你讲的鬼是真的是好兄弟，真的鬼，也有可能是真的鬼，也有可能身边人是鬼。有人就说过一句话嘛，鬼人心生。后来。这里面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所有人都叫这个女主角尹欣，叫她陈薇，你赶快搬走，不要住这边。对。她有反问别人一句话嘛，说那你们干嘛住这边？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穷啊，穷比鬼可怕。这句话很贴切，这是很现实的穷。因为像景星大楼，像我们刚刚讲到信义区那些，就因为便宜嘛。对。便宜，然后就你不得不住在那边。你有什么选择？
活下去才最重要。我可以补充一点了，鬼怕2种人，一种就是穷鬼，还有一种就是酒鬼。哦，酒鬼很可怕，酒鬼很可怕，酗酒真的，我跟你讲，酒鬼杀的人对，酗酒真的很可怕，而且酒鬼杀的人搞不好比鬼杀的人还要多。酗酒人没有理智的，对，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装睡的人是叫不醒，对，有一种人是自欺欺人，你知道吗？真的是。由京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但是其实我们还没结束哦，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请导演带我们去你的仓库。我们现在已经来到钱仁豪导演的仓库，这里面有很多鬼门的拍摄道具，包括我刚刚一进来就看到这个是白灵的假发，枕头就在这里。然后电影里面有一台令男生们热血沸腾的快打旋风，对。等一下，这有人找你耶！乱讲，你去接电话啊！人比鬼可怕。这是秦明的灵魂盒子哦，不是，这台不是灵魂，这是动作感测器。动作感测器。你去摸一下它的天线，它就会叫。但是刚刚你试摸看看。我走到这里它就叫啦。你再过去一点，再摸靠近天线，它其实应该是要你碰到天线它才会叫，然后你放开它就不会叫。碰到天线它对，叫。那下一刚刚的状况就是。你看，我们都还没有靠近它就。对啊，那就，嘿嘿。我直接看到。那这个浴缸是什么？这个浴缸其实是在电影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因为有好多无辜的人们都被压在这浴缸里。然后呢？后面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这浴缸发生多少惨剧。你看这器材感觉怪怪的哦。你说我器材太烂？不是。你的灯刚刚是没电还是什么？没有，刚刚他自己关。那刚刚前导有说开机没有拜拜嘛？啊，你有拜拜了吗？哎呦，我拜拜，我先走。拜拜走。其实我很好奇，桌上放那一个像是鼠头的那个是什么？这哪是鼠头？你们怎么这样乱讲？我一看就知道它是羊。它真的这个是蛮奇怪的呢。羊，等一下，是因为它这个感触不好。羊的话，真的，我们这个东西怪怪的。羊的话，在某方面来讲，是不是代表撒旦的意思？对，是。对啊。我刚刚一看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应该是象征恶魔啊，这也是电影里面的道具。摆在道士山哥这个角色的家里。你看一下右下角，这个新闻。我刚刚就看到啦，我刚刚本来一进来我就想要带你来看这个，因为我就说，这个是女郎遭分尸，这是庄凯勋啊，也是我们的主角之一啊。这可能是警方把灯。没事，是他感触不好。好，很好。那现在你跟你介绍一下。灵魂盒子。现在直接把它用在这个贴符咒的这个。你的灵魂盒子越来越进化了。对啊，这一台呢叫做灵魂盒子。你要稍微去仔细听他的答案，他是把杂音给去除掉很多了哈。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哈，现在这边有没有好兄弟的存在？有的话，请给我一点讯息好吗？你们听一下啊。有，他刚刚说有一个字有。我换下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好像他有说好，我想问一下哈，在这边是男性的好兄弟比较多，还是女性的比较多？这什么意思？没有，这我还没有回答我就讲话了。那我问一下，这个仓库的好兄弟们，你是被这些道具吸引来的呢，还是原本就在这里？找一下。太多没有，这个没办法，因为原本更吵。对。有讲话声，但听不清楚是说什么。对啊。我觉得有讲话的。再次。那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都在休息？因为现在是白天。有一些有可能是干扰。
这个真的需要时间很长，你来翻译。我真的天线可以在，我只知道一直有没有，因为有时候还是会看的。天线它最长就这样，它不是这样问题。我说那个，是我一直有听到讲话声，只是对，只是因为他后置的时候再去可是这对啊个讲话声会是被有可能有一些是干干扰扰，对，那有一些是真的有回答，有一些真的有回答哦。像我之前去，一直问的时候，我有听到。对他一开始就说有嘛，然后我之前去一个废弃的军营，然后我问他是不是阿兵哥，他们就还说都是阿兵哥哦。对啊，阿兵哥，对啊，他刚刚说阿兵哥，有我不知道这个你回去有可能后置听一下，对啊，因为这是我觉得问题要问简单一点，让他回答的很简单。好啊，那我再问一个，那现在接下来要进入到浴缸了吗？现在浴缸这边有好兄弟的存在吗？有的话可以给我一点讯息吗？谢谢。你们现在有在浴缸旁边吗？有，很短，有你。要站过去一点。来走，有没有看到我默默的站走？频道的主持人，现在这场心灵主场。没有，他基本上说有，所以说我看以后工作人员应该不会想来这里了。不会啦。好净化一下，净化一下。那这个符咒是什么？不会啦，就是这个符咒应该只是道具而已本来就是一。个共对啊同空间。对啊，这应该只是个道具而已。你问他，你有说什么想说的吗？然后说清楚一点。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清楚？你有没有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可以透过待机器告诉我们？走开，好像还要走开两个字。好吧，那我们是打扰到你睡觉了。睡觉。我不知道，哎，有一串声音。我有听到他说对睡觉，我是啊，我感觉有。后置再去听清楚一点吧。那你最后有什么想？我需要。那他都说他要睡觉了，对啊，真的，好吧，那我们谢谢你今天的受访，然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工作为了宣传芯片鬼门。鬼们，怎么又突然熄掉了？我有问题，基督教的他们有遇到吗？基督教他们遇到，他们认为就是自然现象。哦，因为我就想说他们的宗教观不一样，会不会觉得他们基本上，他们好像，我也很尊重基督教，因为确实祷告确实也有改变我的一些想法，比较正面一点。但是好像比较没有这个鬼神。没错，基督他们不信鬼神，他们不信鬼，但他们信神，就是上帝。没有，撒旦基本上从天主教出来。但天主教跟基督教基本为一家。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主持人，就是他是信基督教的。基督徒，我们其实在现场发生的一些事情，他确实一样，他只是会演出来，但他不会觉得那个是超自然现象。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